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安妮，这个是波妞。我们现在回到我老家了，三桥这里啊，我贵州道真县三桥镇啊，这个地方呢是生我养育我的地方，叫夏家沟村。然后我回到老家来呢，有一些事情要做。第一个是呢，是回老家来看一看我奶奶，因为她的腿摔断了。我就说回来看一眼他，因为这一次要北上嘛。我从云南本来是直接走四川北上的，但是稍微绕了一点路，然后再上去。这个视频呢，我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况。我这会儿呢，先去收拾一下我的车，把车收拾一下。这一次呢，还有一个新的成员加入到我们的奇幻旅行的队伍当中，咱先不给大家透露，后边再给大家揭晓。这夏天来了，其实家里面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所有的绿植都长起来了，看着还挺漂亮。这就是我奶奶。哦，咱的7号还在。上个都在这不敢走。不敢走。他这脚还是中了的，但还没。回家了，家里面人就是要弄一些好吃的。你不去堂姐休息啊？我说你不去堂姐休息啊？要杠好了。要杠好呀。都要杠，就到了要杠好了。你做就不行的。这个家里面的小土豆嘞，这个小土豆很好吃的。现在要把这个车收拾一下，加点水，然后准备一下这个车，去出发北方。我那个自己就是定制的那一款房车的话，也快到了，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。因为我看到有的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哈，我到时候就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平时本来是不太喜欢分享这些日常的，然后我今天要把这些东西弄一下。阿宽，来帮我个忙，这些东西要收了，然后洗一下。这好像是你的袜子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的。这个是厕所，时不时的还是要把它收出来洗一下。其实房车对于两个人生活在车里边的话，相对来说哈，还是有点稀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车它始终是旅居嘛，就说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房的话，其实还是小那么一点。这个先拿下去，全部都先拿下去。我基本上不在房车里面洗澡。这房车里面的马桶我从来没用过，为啥不用呢？因为处理那个污水箱一点都不方便。男生上厕所比较简单，直接在荒郊野外就解决了，其实很方便。那你要说睡觉的话哈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水不能缺，睡觉不能缺，电不能缺。因为电嘛，就意味着我们要给设备各种各样的设备充电。水呢，就是更不用说了，一日三餐，狗狗要喝水，人也要喝水。睡觉呢，补充体能，休息。不管走到哪儿累了，躺下就睡一下，特别方便。这个车呢，它其实是有很多独立的功能。先把这些东西收拾，把这个鞋子都拿出去。就从这个卫生间收出来的东西都有这么大一堆。其实这个房车还是挺能装的，说实话啊，到处都是储物空间。你看这儿是储物空间，底下这儿它其实也是储物空间。然后呢，上来以后哈，在下面这些位置都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，这些间隙啊、缝隙。然后你看储物空间的话，其实挺多。这台车我已经收拾好，这个是我睡的地方，床。这上面有4个储物格啊，像这种 C 型房车的话，它是比较宽嘛，然后我上面全是放衣服。然后呢，包括这儿也是储物格，打开以后我放的书在这儿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储物格啊，这个我放的是我的一些那个之前获得的一些荣誉，哈哈，这个就不展示了。然后呢，
像房车的话，它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内置厨房哈，内置厨房这儿有个电磁炉，还有一个洗手台，一开的话水就出来了啊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它可以调节这个花洒的出水的方式。然后这儿就是用电的啊，电磁炉非常方便，而且这儿还有抽风机啊，看一开就可以抽风了，还可以照明，就非常的方便。这个呢，灯啊，它也分为一个主照明和这个灯带这儿的一个氛围灯。里面睡觉的卧室它也有氛围灯啊，然后包括那个地方还有小灯阅读灯在那个位置。然后窗户的话，拉进来以后哈，这儿是有一个窗户的，然后这儿也有一个窗户啊，上边也有个阅读灯，这儿还有一些晾衣架。挂东西非常方便。除了那个地方的一些储物空间之外哈，咱还在这儿，你看也可以放一些东西，只是有点凌乱，因为咱们平时的用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就这样随便放着。这儿有3个储物格啊，抽屉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储物柜啊，在这个下方啊。然后呢，它这儿有220伏的啊，2个插头在这儿。我这个车型在这儿它是没有储物的一个插头的，在这个位置也没有 USB， 比较不方便，所以这个车呢也是暂时的用一下。然后到这个区域哈，咱们就可以看一下，它就是一个生活区域，一个办公的区域。电脑在这儿，只是放的有点乱，大家不要介意。它这个可以放下来，也可以当成一张床，展开的话也是一张小床了，可以往外拉，可以这样拉出来一点点，也可以往里面把它推进去。这个桌子其实不是特别的那个灵活好用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冰箱了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微波炉，看一下。微波炉我不怎么用哈，说实话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微波炉。然后这个是冰箱，放一些吃的东西。这上面是保鲜室啊，然后呢，这下面是冷藏室。然后因为我直播嘛，直播的话就要加冰袋了，因为要给直播的设备降温。这里也有储物柜，这里的储物柜呢是我用来放设备的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储物柜，这个是放硬盘的，我的硬盘都有很多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柜啊，这里是一个音响，两边都有个音响，在音响的两边的这个位置都有个小小的储物格。然后这个就是空调了，这个空调其实制冷效果挺好的，因为空间小嘛，制冷的话还会很冷感觉。所以整个车呢，对于一个小家庭出行的话，其实 C 型房车已经很 OK 了，甚至可以做到就是说吃喝住行，包括你洗衣服都可以在车里面。为什么？你们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那个小小的一个洗衣机，我平时不怎么用它。对于我来讲哈，这个东西就用来洗一下1-2件衬衣啊、内裤啊就可以了，毕竟只有这么小一个。这个是他睡觉的地方，其实这上面这个床可以睡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，完全没问题，因为这张床很大，你看一下，这张床非常大，它是一个额头嘛 ，C 型房车它有个大额头床，这就是，只是上去的时候相对较麻烦，这里要搭个梯子，从这儿踩上去啊。然后驾驶室的话就这样的，驾驶室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就特别的简单，但是非常的宽敞。安妮波妞为了不让它干扰我驾驶，我现在都把东西放到这儿了，它就不会过去了。有的驾驶室它是可以坐3个人的，这个驾驶室只是坐2个人。像这个位置的话哈，因为我们生活男生的话可能没那么精致，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，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那些废弃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之前废弃的电脑包，我就把它挂在这儿，可以储物一些东西，随手方便拿。如果说你要精致一点的话，那你可以买一个好看的一些袋子，把它装在这儿啊。比如说像在这儿呢，就是一些方便抽拉的纸。这个位置它还有一些储物袋啊，放一些小小的东西，包括这个位置啊，它在这个地方呢是上车的时候要拉一下，然后在这里还设计了一个灯，夜间使用方便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哈，可以看一下，它拉起来就是一个你在里面做菜啊就方便一些，它可以这样抽拉起来，非常简单。你要关起来的话，下面的这个位置哈，按一下它是收起来的。
但是我一般很少在车里面做那些油啊之类的东西，毕竟房车嘛，你在车里面一直住这么小的空间，你要是把那些油在里面弄的话，就会很难受，我觉得就不太好。到外面来的话，这里呢，它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桌板啊，这个桌板呢也可以放菜呀、放什么，反正特别方便，抽拉起来它也不占地方哈。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一个厨房，这个也非常简单方便。厨房的话，你看一拉开，这里的柴米油盐啊、酱醋茶可以放在上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直播，所以呢有很多样品会在这里面的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呢，就是一些气罐了，这个它配合着这个燃气灶使用，看一下啊，形成了一个简易的厨房，看到没？这个厨房的话就可以用气啊。非常的简单方便。然后在这儿哈，给所有就是使用房车或者说改床车的兄弟姐妹们一个建议，什么建议呢？当我们用完了这个气灶以后，我们关闭了气，关闭了阀门哈，把它关闭了以后，反复的检查，把这个阀门关闭了以后，我们每一次用完气以后啊，不要着急的把它收起来，直接把开关关了收起来，一定要先把开关打开一阵时间哈，舱门不要先关闭。让它敞个几分钟，一定要把这个气挥发完了，咱们再选择关闭舱门，为了安全。其次呢，我们到尾部来哈，在这个位置哈，安装的有一个这个爬梯，这个爬梯基本上不用，爬梯是到上面去清洁那个太阳能桌板的。一会儿我到上面去拍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加水系统，就是生活用水，从这个口注入进去啊，这个是生活用水。然后呢，在这儿它还有一个12伏的一个点烟器的一个接口。这个加水系统的话，没什么特别介绍的。它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220伏的新能源的接口。这个的呢就是驻车试电，比如说到了一些稍微大一点，有这个房车露营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接那个试电。因为这台车它是可以行车充电的，跑个大概10来个小时，这个车有10度电，它基本上就充满了。当然你不要把它用的完全0%，你再去充。然后如果说你去房车露营地的话，直接接上去，生活用电呢什么的，开空调啊，你就不用担心用车里面电。然后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储物箱门啊，这个储物箱门呢也挺大的，在这里面哈就是一些杂物了。我先把这个灯打开一下，它这里面有个感应的灯，然后这个灯呢打开以后啊，感觉没什么太大效果，晚上会有一点。这里面就放的是一些杂物了，里面有很多的样品，包括生活用品。这个车要加尿素，所以呢时时刻刻都备着尿素的。安利的波妞的狗粮时时刻刻都给它备着啊。这儿还有一个220伏的，别的就没什么。这上面是床啊，睡觉的地方。好，到这里来哈，它就是一个马桶。这个马桶的话很臭了，非常臭，我没用过，完全我一次都没用，不开玩笑。它臭是之前的臭，不是我弄臭的。外置的话，你看在外面也有2个像这样的一个窗门，这个就是平时洗澡的这个窗户，这个是我睡觉的窗户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前车，相当于那个休息位置的那个窗户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排风扇，这个排风扇是那个逆变器的排风扇。这下面呢也有一个储物箱啊，这个储物箱呢就比较小啊。这个储物箱呢是放一些水管啊，放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，就没什么特别介绍的。储物箱还是挺多。这个位置呢就是那个空调的那个出风口，我们用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它，因为空调的柜机在这里，它一定要散热。夏天的话，空调是一定要备上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不能少啊。不管是 C 型房车还是 B 型房车，只要是房车2字，它的水电这些必不可少。然后包括床啊、生活的那些所有的用品，它都必不可少。然后这台车的话，加柴油啊，因为是那个大排量的，而且是带大梁的，好几吨呢。但是这个依维柯的底盘呢，它开起来还是挺轻巧的，因为它自动挡的8AT 的，开起来挺轻巧。而且后排是双轮啊，2个轮子，相当于就4个轮子了哈。这个车要加尿素啊，这里要有尿素的注入口，因为它好像是3.0T 的。好，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让你们看一下太阳能板啊，上面一共有6块太阳能板。然后呢，刚刚我说的这个扶梯，它唯一的用处就是
搭着它上去清洁太阳能板，因为太阳能板要经常清理，不然的话它会影响这个能效充电的这个能效。大概就是这么多了。这台车的介绍的话，基本上就这么多。再下来给大家看一样东西，这台车在我手里面用了好几个月了，越用越香。我觉得这台车也不错，但是呢，对于我来说，它去乡道、去国道开着太累赘了。跑高速没问题，它去乡道的话，第一个是额头太高太大，容易撞上那些树枝、树干等等那些。其次呢，就是它太宽了，很多乡道路比较窄，会车的话相当麻烦。它太笨重了，虽说它还是开着轻巧，它自动挡马力呢也够。太笨重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过弯的那些时候呢，这个车侧倾的特别的害怕，让我感到又加上拉的东西多，我全家的这些身家性命都在这上面，所以这台车对于我来说，跑高速路、跑国道都很慢，大大降低了我行车的一个时间的效率，所以我决定换 B 型房车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玩意儿，4路监控，看到没？前后左右都有，特别的安全。这玩意儿你开着也不费电，咱们房车这个东西也是必备的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这个东西是保障我们财产安全的，挺管用的。这4路监控有个风吹草动，我都知道我在车里边。也有人使坏，使什么坏呢？开这个房车的时候，有的人呐，你上厕所，我跟兄弟姐妹们讲一下，一定不要在房车中间上厕所。这个给你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在外边在哪儿看啊？怪得很，看到没？这上边有一个摄像头，你到侧边来，这儿有一个摄像头，是广角的，看得很清楚的。在车的正前方，在这儿有一个摄像头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在这儿有一个摄像头，所以呢，房车很安全的，而且它还有警报。现在的很多房车更安全，现在有很多那些智能辅助系统啊，他们是更那个了，手机 app 连着车上的网络，随时随地互传，特别安全。我订的那台就是这样了。介绍完这么多了，就是准备一下咱的车，然后呢，咱们就开始出发北上，然后可能会在我老家这边拍一条关于我老家的视频，毕竟回来了嘛，还是多多宣传一下我老家。这个出去呢1年半载都很难回到家里边，然后呢，咱们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是说想那个看一看咱们这台车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了，满足大家了。其实像这样的视频发出来啊，很多兄弟姐妹们就会觉得，小白你日子过得这么好，你又订房车又要开房车的，你飘了哈。很多人就会觉得，可能我就应该吃苦，我就应该过得很惨，大家才会觉得这样爱看。我觉得哈，凭自己的劳动力去获取的不可耻，大家也多多努力，多多加油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，谢谢了，拜拜。